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应海荣。秋风是秋日里极富感情色彩的自然物象之一，也被人们称作西风或者金风。金风吹拂，层林尽染，银杏黄、枫叶红、松柏青，交织出自然界最绚丽的画卷。这是万物枯寂前最后的浓烈。秋风飒飒，鸿雁南归的景象，也曾引得无数文人墨客触景生情，赋诗赞赏。今天我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悲秋名作《秋风词》中，来感受一下飒爽的秋风。《秋风词》，西汉，刘彻。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兰有秀兮菊有芳，怀佳人兮不能忘。范楼船兮济汾河，衡中流兮杨素波。箫鼓鸣兮发棹歌，欢乐极兮哀情多。少壮几时兮奈老何。刚才我们朗读的这首诗是汉武帝刘彻的《秋风词》。据记载，刘彻曾去往河东，也就是现在的山西西南一带巡幸，祭祀传说中主宰大地山川的后土女神。当他横渡汾河时，在船上欢宴，回头遥望长安，被秋景触动，写下了这首诗。读完诗句想必很多人都会想到汉高祖刘邦的那句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”。相较于《大风歌》中壮怀激烈的豪情，《秋风词》则气势稍显不足，但也表现出了帝王宴饮时的豪情。诗一开篇，诗人从秋景着笔，寥寥数语就把天地之间的秋日之景全部铺陈开。秋风吹过广袤的原野，吹得高处的白云都随之翻飞，地上的草木也逐渐枯黄，白云下有成排的大雁振翅向南方飞去。我们似乎能从白云飞、草木黄落、雁南归这样的意象当中，听到风的呼啸、落叶的簌簌和大雁的鸣叫。秋景的辽阔萧瑟被绘声绘色地呈现了出来。紧接着两句，诗人从兰、菊起兴，说兰花和菊花都有着娟秀的身姿和诱人的芳香。他在观赏花木的过程中，引发了对佳人的怀念，开始感秋怀人。这里两句和屈原的“园有芷兮篱有兰，思公子兮未敢言”有异曲同工之处。因此呢，有学者认为这里也是运用了移情的手法，实际上是在感慨人的青春易逝，如同兰菊一样，经不住秋风的摧残。当然，还有学者认为这是诗人在歌颂后土女神，或是渴望得到贤才。接下来的三句生动地介绍了泛舟宴饮的场景。这里的楼船是一种外观像楼的高大游船，在中国古代呢，通常是作为战船使用的。诗人就是乘坐着这种船，在河水深急的地方前行，激起了一道道的波浪。船上箫鼓齐鸣，酒到酣处，人们纵情高歌。最后两句，诗人的情绪由宴饮放歌的欢乐急转直下，感慨说，欢乐到极点的时候，悲伤的感情就会多起来。青春时光所剩无几，人在面对衰老时都是无可奈何的。
人间万物在春秋代序中不断发生着变化，敏感的文人们难免会随之产生许多复杂的情感。他们在草木摇落的秋日，追忆着年少时的时光，抒发着老之将至的伤感，生发出乐极生悲、物极必反的深刻哲学思考。这些复杂曲折的心事，都收束在了无尽的秋风里。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文人墨客在苍茫天地间，面对叠翠流金的秋日盛景，或把酒临风，或泛舟江上，留下了许多名篇。秋景也成为画家们丹青画卷上的常客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元代画家盛茂的《秋葛清笑图》。水滨左侧的坡岸上，秋树挺立，枯枝和树叶交错相衬。最右边的这株向江水的方向生长着，它的树根盘曲有力，像龙爪一样紧紧抓着地面。画家用浓墨皴绘出树木的枝干，再加少许赭石，烘托出秋树的沧桑。树叶呢，则用墨笔绘出，形状不一，浓淡不同，体现出了秋叶层叠渐黄的特征。画卷右下角的山石，由于江水的侵蚀，早已经布满了青苔。山石旁有几丛芦苇随风摇曳。我们可以看到近岸的江面上一艘小船刚刚出发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那位在船头盘腿倚坐的高士了。他身穿长袍，衣襟宽松凌乱，双手呢撑在身后，身子随之向后仰。只见他面色憨驼，醉眼惺忪，似乎正在仰头高歌。他的身前放置着酒坛，身后的船舱中横陈着乐器，想必是刚痛饮了一番。文士泛舟赏秋的情致跃然纸上。纵观全画，笔墨精致，设色典雅，景物布局疏密有致。画中明润的山水和高士傲然自得的形象相得益彰。我们不妨也试着远离喧嚣纷扰，在大美天地间领悟秋风万里动，日暮黄云高的豪迈，体会秋风吹不尽，总是欲关情的缱绻。